姑父，这麻布袋里到底装了什么？为什么这20年您一直带在身边？临终前，姑父虚弱地笑了笑，等我走后你们就知道了。当我最终打开这个陪伴了他20年的旧袋子时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004年的那个春天，我永远都记得，那时我刚结婚不久，和妻子小兰住在城东的一个老小区里。虽然房子不大，但胜在清静，院子里种满了各色花草，每到春天便能闻到淡淡的花香。那是一个慵懒的周日午后，小兰正在厨房准备晚饭，我则坐在客厅的藤椅上看报纸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份宁静。打开门，我愣住了，只见姑父李守福提着一个褪色的麻布袋站在门口，神情憔悴，眼眶泛红。他的头发似乎一夜之间白了许多，原本挺拔的身躯也略显佝偻。岑民啊，姑父的声音有些发颤，姑父能在你这儿住几天吗？你姑妈走了以后，我一个人住着实在太冷清了。我这才想起，姑妈去世已经3个月了。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不仅带走了姑妈的生命，也带走了姑父生活的重心。听表哥说，自从姑妈走后，姑父就整日把自己关在屋里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回头看了眼已经走到门口的小兰，她会意地点点头。姑父，快请进，别站在外面了，这天气还凉着呢。姑父局促地站在玄关，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看起来年代久远的麻布袋。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，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就住几天，等我找到合适的房子就搬走，不会给你们添太多麻烦的。姑父，您跟我们还客气什么？我接过他手中的麻布袋，感觉很轻。这是您的行李吗？要不要我帮您收拾一下？不用不用。姑父连忙从我手中接过麻布袋，神情中带着一丝慌乱。这个袋子我自己来就行。小兰很快收拾出了书房，把它收拾成一间温馨的卧室。姑父，您就住这间吧，虽然房间不大，但是采光很好。姑父环顾四周，眼中闪过一丝感动。已经很好了，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个麻布袋放在床头柜上，又摸了摸，仿佛在确认它的存在。那时候的我们并不知道，这个普普通通的麻布袋里竟然藏着一个让我们全家人震惊的秘密，更不会想到姑父说的住几天，最终会变成整整20年。很快，姑父就融入了我们的家庭生活。起初，他总是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打扰到我们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他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每天清晨，他总是第一个起床，天刚蒙蒙亮，他就会轻手轻脚的起来，打开窗户通风，然后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菜。等我们起床时，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早餐。我6岁的女儿小贺特别喜欢姑父做的葱花饼，那是姑父的拿手好菜。面团揉得恰到好处，葱花切得细碎均匀，煎至金黄时，香气四溢。姑爷爷，您的葱花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。小贺总是这样说，小脸上沾着面粉，像个小花猫。姑父每次都会笑得合不拢嘴，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。好吃就多吃点，姑爷爷明天再给你做。要不要再学学怎么做？就这样，厨房成了姑父和小何的秘密基地。假期里，常常能听到他们爷孙俩的笑声从厨房传出来。姑父教小何揉面、切葱，耐心地纠正他的每一个动作。要这样啊，面团要揉到能拉出薄膜的程度。
姑父握着小鹤的小手，一遍遍地教他。渐渐的，接送小和尚下学成了姑父雷打不动的工作。无论刮风下雨，他都会准时出现在校门口，远远的就能看见他高大的身影。他总是提前半小时到校门口等待，生怕耽误了小鹤一分一秒。下雨天，他会带着伞；寒冷的冬天，他会带着热水和小鹤最爱喝的红糖姜茶；炎热的夏天，他会带着冰镇的绿豆汤。渐渐的，不少小河的同学都认识了这位和蔼的姑爷爷。有一年冬天特别冷，我下班回家时，看见姑父在整理退休金存折，桌上摆着几本存折，他正仔细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。姑父，您这是要用钱吗？我关切地问，以为他有什么急需用钱的地方。他赶紧合上存折，有些慌乱。没事没事，我就是算算，这些钱我打算留着，将来给小和尚大学用。姑父，这怎么行？您的退休金您自己留着用，我们养育小和是应该的，怎么能用您的钱？哎，我一个老头子，又住在你们家，吃你们的，用你们的，还能有什么大用处？姑父摆摆手，眼神坚定，让这些钱发挥点价值才好。你们别管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我注意到姑父的衣服总是很朴素，夏天的衬衫洗得发白，冬天的棉袄穿了好多年。每次小兰要给他买新衣服，他都推脱说不用不用，我这衣服还能穿，花那冤枉钱做什么？这样的日子过了15年，姑父早已是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员。小何也从当年的小女孩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马上要高考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姑父突然提出要立遗嘱的事情。那天晚饭后，姑父神色凝重地把我们叫到客厅。岑敏，你表哥还有你们都来，我有件事情要说。我们都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表哥一家也很快赶来了。我在老家还有2套房子，姑父开门见山地说，我想把它们分别留给你们家和你表哥家。这个决定在家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，表哥家觉得应该把2套房子都给他们，理由是他们照顾过姑妈。而我的妻子小兰则认为，既然姑父一直住在我们家，房子理应留给我们。争论越来越激烈，我看着姑父渐渐苍白的脸色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都别争了，我打断了大家的争论，这是姑父的心意，我们应该尊重。房子的事情就按姑父说的办，我们家和表哥家一人1套。姑父看着我，浑浊的眼中泛起泪光。岑敏，你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。那一刻，我似乎看到了姑父眼中的欣慰，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立遗嘱。他是想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，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，不给我们留下后顾之忧。2021年冬天来得特别早，还没到立冬，寒风就开始呼啸。起初，我们以为姑父只是普通的感冒，他开始咳嗽，但总是说没事，喝点热水就好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他突然剧烈咳嗽，甚至咳出了血丝，送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是肺炎，可没过多久，又查出心脏问题。姑父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很快就住进了医院。我们轮流请假照顾他，但姑父似乎总是心事重重，即使在病床上，他也时常惦记着那个陪伴了他20年的麻布袋。小兰啊，有一天半夜，姑父突然抓住给他换药的小兰的手，麻布袋还在吧？在呢，姑父，就在您床头柜的抽屉里，您放心。小兰赶紧安慰他，姑父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又陷入昏睡。我们都很困惑，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普通的麻布袋会让姑父如此牵挂。小何放学后总是直接来医院，
坐在病床边给姑父讲学校里发生的趣事。姑父虽然说话困难，却总是笑眯眯地听着，时不时还要问问他的学习情况。姑爷爷，我今天数学考试又是满分了。小何兴奋地说。姑父虚弱地笑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小何最棒了。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，医生把我叫到走廊，让我们做好准备。我强忍着泪水走进病房。姑父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，他握着我的手，声音虚弱却坚定。岑民，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们了。姑父，您别这么说。我哽咽着，您就是我的亲人啊。这20年是您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。麻布袋。姑父突然提起精神，眼神变得异常明亮。等我走了，你们再打开那个麻布袋，里面的东西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。话未说完，监护仪突然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。医生护士冲进来的时候，姑父的手还紧紧握着我的，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。按照习俗，我们在姑父走后的第7天才聚在一起，准备打开那个神秘的麻布袋。客厅里异常安静，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。那个陪伴了姑父20年的麻布袋静静地躺在茶几上，仿佛承载着某种沉重的秘密。会是什么呢？小贺小声问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颤抖着手解开麻布袋的绳结，打开一看，我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只见里面是一摞发黄的存折，还有一个厚厚的笔记本，以及一些零散的照片。当我翻开第1本存折时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那是姑父给小何存的教育基金，整整20年的积蓄，金额超过50万，每个月的工资都分毫不差地存进去。从2004年一直到2023年，每一笔存款都整整齐齐地记录着。难怪姑父总是舍不得买新衣服，难怪他宁愿自己走路，也不愿意坐公交车。原来他把每一分钱都存了下来，只为给小贺一个更好的未来。更让我们震惊的是，那个笔记本打开第1页是姑父工整的字迹。来到岑民家的第1天，小兰特意给我收拾了书房，这是我这些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原来这20年来，姑父每天都在记录我们家的点点滴滴。小何上幼儿园第1天的紧张，他拿到第1个满分时的欢呼，我和小兰因为工作压力而发生的争执，还有他们母女俩和好时的拥抱，每一个细节，姑父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翻到2010年的某一页，今天小何发烧到39度，岑民和小兰都在加班，我抱着他去医院，看着他难受的样子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守在病床前的时候，他迷迷糊糊地叫我爸爸，我知道他是在说梦话，可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。2015年的春节，小何今年考了年级第1，全家都很高兴。晚上包饺子的时候，他非要和我比赛包饺子，结果包出来的全是睡觉饺子。但他说这些歪歪扭扭的饺子才最好吃。其实不是饺子好吃，是这份天伦之乐最珍贵。2020年的某个傍晚，今天看见岑民和小兰在院子里说话，小兰在给他捶背。想起了你，老伴，如果你在天有灵，一定也会为我们的选择感到欣慰吧。这个家处处都是温暖。最后一页写着，这一生能遇到这样的亲人，是我最大的福分。岑民、小兰还有小何，谢谢你们让我的晚年如此幸福。我这一生没有大富大贵，留不下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只有这些年的积蓄，还有满满的回忆。希望你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能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也能记住你们的生活中曾经有一个爱你们的老人。零散的照片里
有小何第一天上学时的青涩模样，有我和小兰在公园野餐的欢乐瞬间，有姑父教小何包饺子时的温馨场景。每一张照片背后都写着具体的日期和简短的说明。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原来这个朴实的麻布袋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一个孤独老人20年来的爱与牵挂。他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这个家，记录着每一个美好的瞬间。小何抱着那本日记，泪流满面。姑爷爷，您不是独自离开的，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。小兰看着那一摞存折，哽咽道：姑父，您说您没有留下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可您给我们的是这世上最珍贵的呀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明白，姑父选择来我们家蹭吃蹭住的这20年，其实是上天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他不是在蹭吃蹭住，而是用他特有的方式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。现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挂着姑父的遗像，照片里的他笑容慈祥，目光温和，而在照片旁边，那个承载了太多记忆的麻布袋被我们精心保存着。它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旧袋子，而是承载着一位老人毕生牵挂的见证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常常会坐在姑父曾经的房间里，翻看那本日记，字里行间都是姑父的细心与用心。他像一个默默的记录者，用最朴实的文字记录下了我们家的点点滴滴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一定要告诉姑父，您不是外人，您就是我们最亲的人。您没有蹭吃蹭住，您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亲情。但我知道，姑父一定明白，因为在他的日记里早已写满了这份心照不宣的亲情。在我们的记忆里，永远定格着姑父慈祥的笑容，还有那个承载着无尽亲情的破旧麻布袋。它提醒着我们，世间最珍贵的不是金钱财富，而是彼此陪伴的温暖时光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